這是一個非常真誠且關鍵的問題，因為知道不該預測、不該情緒化很容易，但做到卻極度困難，因為這是對抗人類100萬年演化而來的生物本能，大腦的杏仁核反應比前額葉快好幾倍。要真正說服自己，不能只靠喊口號，必須從認知重構、行為設限和環境隔離3個維度下手。以下是具體可操作的自我說服策略。第一個維度，認知重構。重新定義贏的標準，對抗預測。與其說服自己不要預測，不如說服自己預測是不用功。很多人其實並不是在投資，而是在尋找確定性。但是市场沒有答案，市场只有幾率。如果你接受了世界本來就充滿不確定，你就不需要每天猜答案。告訴自己，預測短期漲跌的正確率就算高達 60%， 但是只要一次重大失誤，例如發生黑天鵝事件，資產就可能歸零。而長期持有好公司，勝率是接近 100%， 只要人類經濟持續發展。與其追求 60% 的幾率，不如擁抱 100% 的確定性。也不是要你找到下一檔標股，很多人以為只要猜对方向就能成功。事實上，真正賺大錢的人是一直待在市场。投資成功靠正確的思考方式與紀律，相信一套能長期獲勝的原則。如果你真的相信複利，那今天跌其實不是問題。例如，你種了一棵樹，第1年沒有長多少，第2年還是不明顯，第30年變成大樹。如果每天都把它挖起来，看看有沒有長大呢？它反而会死掉。投資也是，每天交易就是一直把树拔起來。大部分人認為的成功是今天猜對，明天猜对，後天猜对。聰明的投資者認為的成功是20年後還在市場，而且資產一直增加。所以真正的問題不是今天會不會跌，而是20年後我還會不會擁有更多好資產。這個問題會讓你冷靜很多。歐馬爾思維實驗。每次想預測明天股價時，強迫自己改問，如果這家公司明天起停牌10年，不准交易，我還敢買嗎？這是壓力測試，不是真實情況。潛台詞是，如果少了隨時可以賣給下一個傻瓜的退路，你還信得過這家公司的賺錢能力嗎？這是為了把市場上所有干擾你的雜訊，例如明天的股價、下周的題材、小道消息，全部切斷。當股市關閉，你賺不到低買高賣的價差時，這家公司還剩下什麼？答案是它的賺錢能力，它的資產，它每年發給你的股利。這就回歸了當股東的本質。如果你買下巷口一家非常賺錢的早餐店股份，這家早餐店沒有上市，你可能一輩子都不會把它賣掉，等於永久停牌。但你為什麼敢買？因為你每天看到它大排長龍，你知道它每個月都會分紅給你。不敢買，代表你買它只是想賺別人的價差，你在賭明天有人用更高價跟你買，那你就是在預測市場。敢買，代表你認同它的商業模式，就算只能死守着它零股息，看它成長，你也覺得划算，那你看的是價值。用這個動機檢測，它要檢測的是買入理由，一秒分辨自己是賭徒還是股東。如果你的答案是我算過，即使停牌3年，它的净資產、現金流、可市占率依然撐得起這個價格，那這就是投資。如果你的答案是我主要是看它現行不錯，而且明天要公布新產品，那這就是在預測市場，請果斷放棄。這個問題的目的不是讓你從零開始挑選好公司，
而是讓你剔除那些純粹靠題材、沒有扎實資產的爛公司。用這個濾網篩過之後，名單確實會變得很短，只剩下長期穩健的民生消費股，例如統一超、中華電；具有壟斷性或深厚護城河的龍頭股，例如台積電；股價遠低於清算價值的淨資產股。名單變短不是壞事，聰明的投資者是那重買進一檔股票後，隔天股市關閉也不焦慮的人。這就是勇氣。當你真的只買這種停牌也不怕的標的時，你就不再需要預測市場漲跌，因為你知道自己手裡拿的是鑽石，市場先生怎麼亂喊價都跟你無關了。股票不是賭博，而是企業的一部分，所以價格會變，但價值不一定會變。第二個維度，行為設限。用物理法則對抗心理弱點，对抗情緒。最大的敵人不是市場，而是自己。很多人輸錢不是因為不會分析、不懂財報，而是看到別人賺錢就追，看到下跌就恐慌，看到新聞就改策略。所以，聰明的投資者一直強調，真正的投資者首先要控制自己的情緒，甚至說，投資者最大的問題很可能就是自己。安全邊際比聰明更重要。假設一家公司值100元，你只願意70元買，留下30元保護自己，因為你可能算錯，景氣可能變差，公司可能犯錯，但是因為買得夠便宜，即使錯一點仍然安全。所以不是因為你永遠正確，而是即使犯錯也不會輸得很慘。相信價值終將勝過情緒，並用紀律與安全邊際把這個信念落實到每一次投資決策中。不是消除情緒，而是建立制度。例如，固定投入、固定再平衡、固定檢查。制度比意志力可靠。情緒無法被說服，只能被管理。當情緒上來時，理性是沒用的，必須靠事先設立的鐵律。有許多極具威力的防呆鐵律，可以用來綁住那隻在恐慌或貪婪時不聽使喚的手。這些鐵律的共同特點是，一旦觸發，沒有例外，機械執行。一、設立強制冷卻期。跟自己簽訂合約，任何買賣決策必須在筆記本上寫下3個非買或非賣不可的客觀理由，然後強制等待24小時後才能下單。你會發現，隔天再看那些理由，有80%都讓你覺得荒謬。2、鎖定年度交易次數。聰明的投資者建議，積極型投資者1年交易不超過10次。你可以告訴自己，今年的子彈只有10發，用完就沒了。這會迫使你把精力從猜明天轉移到篩選這10次扣扳機的絕佳時機。3、價格鐵律。只買在事先設定的跌點，而非起漲點。這是對抗 FOMO 錯失恐懼症最有效的方法。在買進任何股票前，請先寫下，除非股價跌到10元，例如低於我估算價值的7折，否則我絕不買進第一漲。人類的本能是追漲，看到大漲會心動。這條鐵律強迫你只能當買方，不能當追方。如果股價沒跌到你的設定值，就眼睜睜看着它漲上去，
告訴自己，那不是屬於我的錢，我遵守了紀律。4部位鐵律，這是對抗過度自信和孤注一擲的防火牆。嚴格規定，單一持股佔總資產比重不得超過 10% 或 15%。無論你多看好，研究多透徹，倉位到了就是不能再買。當股災來臨，持股跌了 50%， 如果你的單一持股高達 80%， 你一定会恐慌，砍在最低點。但如果只佔 10%， 即使腰斬也只影響總資產 5%， 你的情緒會異常平靜，甚至還有餘裕逢低加碼。部位的大小直接決定了你心臟的大小。5. 加碼鐵律，拉開時間與價格的安全距離。這是對抗抄底太早、子彈打光的衝動。規定自己，任何股票買進後必須間隔1個月以上，且股價比前一次買進低 10% 以上，才能進行第2次加碼。很多人的悲劇在於，股價從100元跌到95元，就急着加碼，跌到90元又加，結果跌到70元時已經沒錢，只能絕望地看着滿手套牢。這條鐵律確保你的加碼節奏極度緩慢，讓你永遠在相對低點還有子彈。6配對鐵律，買入前先寫好賣出的條件。這是對抗死抱不賣，最終紙上富貴一場空的猶豫。每當建立一個新部位時，立刻同時寫下3個強制賣出條件。例如，公司連續2季獲利衰退超過 20%，B 本益比高於歷史平均的 1.5 倍，C 找到更低估的標的需要換股，條件達成，無條件賣出。人在獲利時容易貪心，想賺更多，虧損時容易不捨，想等反彈。這條鐵律讓你在理智狀態時，就先幫情緒狀態做好決定，避免到時候天人交戰。7現金鐵律，永遠保留心理安慰金。這是對抗全面悲觀時不敢買的恐懼。無論市場多熱鬧，賬上永遠保留至少 10% 至 20% 的現金或類現金債券，並且規定這筆錢除非股災暴跌超過 30%， 否則絕不動用。這筆現金的功能不是為了賺錢，而是為了買平靜。當市場大跌，所有人哀鴻遍野時，你會因為手上有這筆敢死隊而竊喜，甚至期待再跌多一點。心態上，你會從受害者立刻切換成狩獵者。8最後一個終極鐵律，請寫在筆記本封面。當我強烈覺得這次不一樣，或再不買就沒機會時，立刻關掉電腦，去洗澡或睡覺。24小時後，若念頭還在，才准許自己用模擬單下單，且觀察1周。請把這些鐵律印出來，壓在桌面玻璃墊下，或設成手機桌布。因為情緒上來時，你根本不會記得要冷卻，但你會看到那張紙，它就像健身房的教練，在你力竭想放棄時，逼你把最後一下做完。第3種維度，環境隔離。切斷情緒的燃料，對抗誘惑。聰明的投資者創造了一位人物，市場先生 Mr. Market。市场先生是你的仆人，不是你的老師。每天跑來跟你說，今天100元賣你，明天80元，後天150元。他的情緒每天都不同。問題是，很多人把市场先生當老師。他跌，
你也覺得公司變差，它漲，你又覺得公司變好。聰明的投資者說，完全搞反了。市場先生不是來教你價格，而是每天提供報價。你可以不理他，利用他，等待他，不要相信他。所以，市场存在是为了服務你，不是指揮你。價格是別人的情緒，價值是企業真正的能力。價格不是事實，價格只是訊息，不是真相。所以，真正要相信的是企業，不是市场。價格與價值不是同一件事，投資就是等待兩者出現差距。你的工作不是追逐每一次報價，而是在價格明顯低於價值時採取行動，在價格過高時保持理性。市場情緒的來源是即時報價和財經新聞，要說服自己不被影響，最好的方法是主動斷開連結。真正的核心在於重塑你接收資訊的管線和場景，因為只要讓你身處容易觸發情緒的環境，大腦就會自動進入戰鬥或逃跑模式。一、關閉 App 通知，甚至刪除看盤軟體。告訴自己，股價不會因為我多看2眼就漲回來，但多看的這2眼會讓我的血壓升高，判斷失準。改為每季公司公布財報時才打開看一次價格。2、遠離同溫層噪音。在市場大跌時，不要看討論區或財經節目，因為那裡只會放大恐慌。告訴自己，市場先生有躁鬱症，我若盯着他看，我也會生病。把這些時間拿去讀公司的年報或產業研究，那是唯一有用的資訊。3、建立悲觀時的儀式感，處理緊急狀況。當市場暴跌，情緒最想投降時，怎麼說服自己？拿出歷史回測數據清單，提前列好一張清單，上面寫着台美股歷史上10次最大跌幅，事後3年、5年的報酬率。當恐慌時，不要思考，直接看這張清單，讓歷史的客觀規律均值回歸來壓倒你此刻的主觀感受。4、把決策區和交易區分開，千萬不要在床上、沙發上或辦公桌上用手機下單。在家裡設定一個只有1台筆電能進行交易下單，這台電腦不上網看新聞，不開社群軟體，僅供下單用。平常想看股價，只准用手機瞄一眼，但手機上不安裝任何下單 App， 這增加了下單的物理難度。當恐慌時，你必須地走到書房，打開那台交易專用筆電，輸入密碼。這個移動、開機、輸入的30秒過程，足以讓衝動降溫一半。5、只讀原始出處，不讀二手評論。新聞標題、理財專家的盤中解盤是情緒最大的催化劑。標題通常只會寫崩盤、狂飆，但內文對你的決策毫無幫助。強迫自己只讀公司公告、公開資訊觀測站和季報年報，完全不看任何分析師評論、部落客盤後檢討或新聞摘要。財報數字雖然枯燥，但它是事實。新聞標題是觀點。環境隔離的目的，就是只讓事實進入大腦，把觀點全部擋在門外。6、退出所有報名牌或閒聊的群組。Line 群組、Telegram 討論區是從眾效應的溫床。
當群組裡一片樂觀時，你會因為害怕錯過機會而追高；當一片悲觀時，你會因為孤獨感而殺低。將所有股票群組直接退掉。如果怕錯過重要訊息，改為訂閱財報電子報寄到信箱，設定每天只在晚上10點打開信箱看一次。投資是極度孤獨的旅程，你需要的是資訊，不是共鳴。7將 K 線圖改成基本面頁面。很多人的手機看盤軟體一打開就是 K 線圖，那紅紅綠綠的柱子會直接刺激腦內多巴胺。把手機看盤軟體的預設首頁強制更改為公司財報資料、每股盈餘、本益比、淨值，或者乾脆把看盤軟體的圖表功能關閉，只留報價清單。當你看到的不是漲跌幅度，而是公司賺多少錢時，你的大腦會從賭徒模式切換為審計員模式。8. 設立靜看盤時段。人通常在開盤前半小時和收盤前半小時最激動，因為那時變動最大。明文規定，此時絕對不打開任何財經軟體。把這段時間排滿需要專注的實體工作，例如開會、寫報告，甚至去倒垃圾。避開最激烈的波動時段，只看收盤價和整日成交量，這足以讓你了解全貌，不會被盤中的假突破或假跌破洗腦。9終極的環境隔離策略。告訴你的伴侶或家人，只要你在市場大跌當天打電話給他們抱怨股市，你就必須罰款500元或連續做家事1周。因為環境隔離的最高境界，就是讓表達情緒這件事變得有成本。當你發現抱怨或炫耀會讓自己損失金錢或尊嚴時，你就會下意識的沉默，而沉默往往帶來理性。最後，一般人的思考方式，看市場如何，來決定自己的行動。聰明的投資者希望變成你的分析決定你的行動，也就是不是市場告訴你買，不是市场告訴你賣，而是企業價值告訴你。市场每天都在考驗我的情緒，但真正決定我財富的不是今天的價格，而是我是否能一直做對的事情。長期投資的優勢不在於比別人知道更多，而在於比別人更能堅持正確的原則。真正的成功來自於建立一套能在不確定世界中持續運作的系統。告訴自己一句話：如果我這次預測對了，我會養成賭博上癮的壞習慣；如果我錯了，我會賠錢。無論對錯，只要我嘗試預測，我都是輸家。反之，只要我放棄預測，擁抱價值，不管是漲漲跌，我都是贏家，因為我贏得了時間、健康和平靜的生活。